回应啊！哇，这是这丫头，接的把片都不他是中国实力最为强悍的新生代重炮手，深得崔磊大师魏明辉真传，双拳是大力沉，威力极大，常常能在擂台上暴走嚣张的外国选手，几乎与他对战的外国选手不是吓得浑身发抖，就是当场晕倒擂台，几乎很难撑过3回合。此人就是有着中华冲天炮之称的杨华。只见杨华手拿迫击炮弹模型走入比赛现场，样子特别的霸气。这足以说明杨华十分喜欢全米粉丝们给他评出的冲天炮绰号。当然，杨华为了不辜负全米粉丝的期望，决定今天好好暴揍日本选手，是要将日本选手打得倒地不起才肯甘心。本次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名叫杰本祥也，是日本踢拳界新生代最出色的职业选手，3次击败日本踢拳名将朝九玉桂。来华3年时间，陆陆续续击败5位中国猛将，这足以奠定杰本祥也在擂台上有着绝对的统治力。甚至杰本祥也放话要彻底打穿中国拳坛，来彰显日本人的强大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杨华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1回合开始，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杨华，黑色拳套就是日本选手杰本祥也。杰本祥也身为客场作战，丝毫不给面子，居然举着拳头主动逼近杨华内围展开进攻，这足以说明杰本祥也并不想老老实实打完3回合，只想最短的时间内将杨华 KO 赢下胜利。奈何杨华也不是吃素的，迅速后撤，做出防守反击，报价进行对峙，根本不会给日本选手任何进入内围的机会。不用送，你一个给了我一个读秒，所以说个子比你矮的，你就要知道对方的强项可能会是哪些呢？那就是在中近距离的重炮深拳。我们看到，你看杰本祥也并不慌，始终在有条不紊的向中近区走。杨华倒是有一点拔将风范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上了场之后，漂亮，连续顶击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杰本祥也并没有把。经过1分钟的试探，杨华终于逮住机会，一连串的顶膝瞬间将日本选手击倒在地。只见日本选手弓着腰，脸色十分痛苦，如果不是自己身体抗揍，估计早就被打睡着了。不过就算如此，日本选手也在咬牙坚持，自己好歹也是日本踢拳界排行前5的职业选手，如果1回合就被 KO， 那传出去得多么丢人啊！不抓你，漂亮，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还要给一次机会吗？只能不能够连续的，不能够连续连击。如果是单个的话，我相信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但是犯规了。对，杨华不要过于兴奋哦。这样我认为这个杰本祥也应该走一走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再定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当然，我希望你定在那个地方啊。漂亮，一个高扫差一点打到杨华仍然是提膝。先不谈日本选手能不能撑过后2回合，单是首回合杨华就打得如此凶猛，招招致命。日本选手面对杨华只有被动挨打，就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可以说这回合杨华就通过多次暴击拿到了大比分优势。小编相信杨华只要持续猛攻下去，胜利是迟早的事情。你看杨华并没有很着急，对，即便是占尽优势，并没有很着急，仍然看机会，这是很多年轻运动员应该去学的地方。当然，我们看到这个杰本祥也很坚强，对，在被击倒3次的情况之下，仍然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着自己的进攻，没被打乱。漂亮。我们看到杨华看到了这个对手的手拿的比较低，看杰本祥也看到对方一个高扫从自己的耳朵边溜过，马上把手拿起来。哇塞，看能不能倒计时了，把手拿高，很明显杰本祥也是中近距离的重拳，漂亮。即便是这样哈，杨华也不可大呀。虽然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日本选手开始着急了起来。如果再不打出精准命中，那自己首回合只是白白挨打，没有一点好处。随即举着拳头继续向杨华内围逼近，争夺比分。不过首回合拿到比分优势，并没有使得杨华骄傲放纵，反而是放慢比赛节奏，利用游走战术进行试探性进攻。这样日本选手很难在杨华面前占到便宜。迎击你的这个豆子或者是飞膝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时候杨华就应该这样，推着，突然之间来个飞膝，突然之间来个顶膝就可以了，只要不让他进入到中近。对，进入到中近就抱头提膝，漂亮，推开，再来膝，推开飞膝，不要等了，不要等，漂亮，打肚子打脸，对，那再坚决一些。对，漂亮，
哇，接本响眼的地道很重啊，在晕和不晕之间踢的一个地扫都很重，是漂亮。推开，杨华手要拿高，对，杨华瞅准时机，故技重施，再次将其逼退到擂台角落。日本选手也是害怕重蹈覆辙，急忙用手臂扒拉杨华的大腿。俗话说，胳膊熬不过大腿。杨华直接打出暴力顶膝，击倒了日本选手。裁判果断上前，读秒倒计时，绝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。从这时候，大家不难看出，日本选手与杨华的实力相差实在太大，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线的选手。所以说，杨华 KO 日本选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不要等了，比赛结束，直接飞膝，杨华可以再坚决果断一些。直接中远飞膝，一个虚晃，直接飞膝，直接飞膝，啊，梁老师等的都有点着急了。直接飞膝，对，不要这么打了，直接飞膝，对方还在晕呢。是，一个跳膝，跳，漂亮。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叫选手叫做这个方面的徒弟，好漂亮，漂亮拳法。再来一组电炮，飞膝，手不能不紧。我的天哪，太日本选手的这个抗击打，牛！飞膝，一个虚晃飞膝，直接飞脸，直接飞脸，直接飞脸。对，触踢，杨华不错，但是能不能来个飞膝啊？飞，漂亮！哦，杨华现在在打肚子和打脸，是，他仍然是声东击西，没有打得很实，是这种避实击虚。日本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重拳小心打肚子再打脸，漂亮！哎，小心后脑。对，这个时候杨华一定要小心，一旦进入到中间距离，对手就会始终打肚子，对方打肚子的目的就是要打脸。不要跟对方拼拳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跟对方拼拳。不要跟对方拼拳，漂亮！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不得不说，日本选手的抗击打的确强悍。如果说换一位日本选手，早就被杨华打跪下了。然而2回合多次的击倒，并没有将其 KO， 甚至在这回合还有余力对杨华展开最后反扑。结果杨华火力全开，玩命输出起来，管你多么厉害，多么抗揍，今天在中国直接给你打回原形。日本选手刚想内围缠抱杨华2拳，再次将其打飞出去。漂亮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选手的这种坚强，是这种在重击击倒的情况之下迅速恢复的能力。站起来。杨华飞膝，比赛继续，漂亮，直接打前也行。总之不要给对方喘息的机会。对，哇！日本的边角已经扔出了毛巾，扔毛巾了，扔毛巾了。虽然运动员知道自己能打，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杨华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杨华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